大家好，这个我看到一则新闻啊，也是特别的罕见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在6月10号10点24分北京时间发布在北京的啊，标题是关于通过非正常途径来美中国公民补办护照的提醒啊，它发表在这个官网上，还包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都有啊。近期有中国公民通过非正常途径入境美国啊，说白就走线啊。遗失个人护照，这个遗失呢说实话，要么就是真的丢了，要么就是被没收了啊。其中不少人因无有效身份证件没有 ID，那么肯定的，你这个护照没了的话，说实话，你办银行卡啊、办驾照啊都办不了啊。无在美合法身份啊，因为很多刚刚去的话，肯定是没有拿工卡的，工卡肯定要有时间的啊。无经济收入，你本身没工卡，工作就很难找。第二个的话，你现在去的人这么多，这么内卷啊，所以说呢，这很多人就没工作嘛啊，在当地生活困难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呢，本身去也没钱是吧？钱路费花了这么多了，你去了也没钱，所以说呢，每天生活成本的话，折合人民币的话要好几百，对吧？或来美后实际情况远低预期啊，这个的话我估计是当时有人带路的时候那些宣传吧啊。不过确确实实是疫情期间的话，那个美国那个缺劳动力啊，工资是挺高的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发失业金嘛，所以说很多人不愿意干活啊。那个时候是工资最高的时候了啊，所以说呢，后来的话就是一窝蜂大家都去了啊，迫于无奈选择回国啊。那说白了就是没法生存嘛啊。那毕竟回国的话，至少这个语言啊、找工作啊，生活成本也低嘛。向总领馆申办护照旅行证啊，护照也能办，旅行证也能办啊。下面的话有几条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第一条是关于美国签证那个种类一致的问题啊，就是现在的话，我听说啊，有不少人被遣返了，就是拿签证过去直接被遣返了，因为有些人的话，来美目的吧不符合吧跟旅行的目的不符合，或者说有些人的话，工作签证也有被遣返很多，还有那个留学生也有啊，其实这个也跟中美关系的问题也有关系啊。第二条的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与身份的证件啊，说白就是个 ID 啊，技能反正全世界可以使用嘛啊，应注意妥善保管这东西确实是不能丢啊，不然的话你在美国买酒的话，有些时候都会查护照啊。如护照遗失，应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申请补发啊，什么意思呢？护照丢的话，你要先报警，再向总领馆申请补发啊。这个的话，我自己在香港丢过港澳通行证，也是这样的流程啊，就是先报警，然后再去申请补办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是代替护照使用的国际旅行证件啊。旅行证我没用过啊，但是我上次在香港丢了港澳通行证的话，跟这个在国外不太一样啊，毕竟港澳特区嘛，他给我补发的是那个一次出入境通行证，一张纸啊，上面当时还是10多年前了，所以说那时候的话不是一本本子啊，它是一张纸很薄纸，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亲笔签名的啊，有个叫谢谢关照还写了啊。临时来美的中国公民，若护照遗失、被盗抢、损毁、过期，但又急于回国啊，注意急于回国啊，所以说呢，可申请办理旅行证啊。办旅行证应该说是比护照简单很多啊。护照的这个印制的话，它上面是有生物识别的啊，所以说它是芯片的嘛。护照的这个伪造这个变更啊，就是比较难啊。但旅行证的话，说实话，你不能去别的国家啊，可能不能去别的国家，所以说呢，你这个只能回国啊。一般说只能回国。我具体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猜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么就是旅行证的话，你就是坐飞机用啊。那么第四条啊，请注意留存护照、旅行证复印件，以备不时之需啊。万一再丢怎么办呢？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你怎么留存呢？我觉得建议办法就是拍照上传到一个云端啊，或者说那个微信朋友圈啊，点那个发布的时候点私密啊，自己看到就行了嘛，不要给别人看就行了。或者说你发到反正就是发邮件也行啊，发到自己邮箱啊也行，这样的保存下来其他没有了。但是也很奇怪，就是只在这个洛杉矶总领馆发布啊，没有纽约那个领事馆没有发布这种信息啊。说明什么一点呢？就是洛杉矶太卷了，太内卷了啊！天使之城现在是变成内卷之城了吧？其他我就不评论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解读一下。